要是这个照片被狗仔爆出来，婚纱穿得再好看，我也会被人当成笑话的。这婚该怎么结？这块肉不太好哎，你看看。不过即使不怎么好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宁愿烂掉，我也不会让给别人。5分熟的会不会太生？还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要结婚当新娘子了，谁敢吃那么饱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把婚礼办了？这样你也不用天天挨饿了。婚纱还没设计好呢。婚纱已经改了7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慢慢定。我们呢，要有一个完美的婚礼。不如你帮我参谋参谋。好。要是这个照片被狗仔爆出来，婚纱穿得再好看，我也会被人当成笑话的。这婚该怎么结？当初毒地板事件，媒体影响那么大，嘉科差点停牌，幸亏我们林氏雪中送炭，才会让大股东们打消了撤资的念头。这些你都没忘吧？当然没忘。我相信你可以在婚礼前处理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不会逼我出手，是不是？女人的底线没你想象的那么高了。姓苏的那个女孩，我以为已经提醒到你，可是没想到，你跟这个莫卫清的接触还是那么频繁。这块肉不太好哎，你看看。不过即使不怎么好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宁愿烂掉，我也不会让给别人。你放心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。那最好了。你不想吃，我再给你点一份。啊，不用了，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马上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辛苦你了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司机会来接我。路上小心点。嗯。走吧。慢点啊。说，没什么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声谢谢。但是，在我没有公开这些照片之前，我不希望被任何狗仔看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王思薇的亲妈是个小姐，卖了安盛广场，全力开发智能楼盘，不也是你的理想吗？
你干的坏事还少吗？教训我啊！表面把钱借给我，实则是想控制我。然而不枉非礼也，你给我等着！青青，青青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别吓我。是什么？你怀孕了？这不都写着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去医院。啊？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孩子要是没有问题，就生下来了。你要他呀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要吗？我想啊，我当然想了，当然想要了。我以为你不想要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想要呢？我在家里使了一天，我就在想，你看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就很怕你不想要他，我也怕我自己不想要他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这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。怎么样？啊，不错，结婚就戴这个吧。那可不行，这款首饰的名字叫泪滴，婚礼的时候戴太不吉利了。起这个名字，什么时候戴都不吉利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首饰呢，代表心情，伤心难过的时候戴上，老公就知道该哄老婆了。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就不能流2滴真的眼泪吗？当然不能，我要永远保持最美的仪态。好球，好球！
尚太太今天心情是不错啊。你说这尚晨怎么想的？这门当户对的大美女不要，自降身份，喜欢那样的女人。小王总过来，不光是为了切磋球技的吧？上次的事情到此为止。如果你来是想挑拨我跟尚纯的关系，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，伤神的啦。果然是大房风范啊！尚太懂得适可而止，可是有些人呢，专挑软柿子捏。您脾气太好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这人啊，最见不得别人得寸进尺、欺人太甚。你能阻止那些照片流传到狗仔队手里面，但你阻止不了莫卫清的肚子一天天变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打完球，过来看看你啊，看你是不是生病了。生病？生什么病？没病，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呢？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怎么？你是在替那个女人跟我宣战吗？干嘛？要跟我动手啊？跟你说清楚，我只是找人去传话，没让谁去砸东西，更没让谁去打人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让他把孩子生出来，我给你养。你别阴阳怪气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上次在餐厅我已经提醒过你，让你悄悄地把这些事情处理掉。可你呢？家产太多是吧？都想要分给谁呀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背后是怎么说王思薇的？难道你想现在让你的孩子跟他一样，是吗？既然话都挑明了，咱们不妨说说开了。你逢场作戏也就算了，居然真的跟这个女人出双入对，搞成夫妻一样，还怀了孩子。你把我的脸放在哪儿？让我降低身份，跟这种女人去抢男人，她配吗？你配吗？论长相、能耐、家世，你哪样能配得上我？收购安盛公司的事儿，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可你呢？拿钱买东西的事儿你都办不成，你还能干成什么？你有完没完？没完！给我脸色！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当初独地板，你别一天到晚独地板独地板的。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你们林家没有求过我们上家吗？你忘了你爸和你哥求我们的那副嘴脸了吗？好，那我不提过去的事儿了，咱们说说 A13吧。A13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跟你说过，生意上的事你别管。行了，你别一天到晚瞎琢磨了。那个孩子他不是我的。
你派去的人没跟你说吗？这个书吧里有个男的叫周远山，那是他现在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对呀。我生你的气，主要是因为你不相信我。哎，你嘱咐我的事情，我什么时候没有办好的？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那可未必。让他把孩子打掉，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。恭喜我们的88号这位先生。你看看王居安这表情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不说一些祝贺的话吗？这2年内地政策收紧，你确定要投入这么大吗？你不看好这个项目？我是觉得你的重点放错了地方。你要记住，比起打败王居安，能帮嘉科和林氏赚钱才是最关键的。可不要本末倒置。我这身上的担子未免有点太重，有点承担不起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个项目我也很难保证有很好的回报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拖林氏下水。银行已经答应我给我增加1倍的贷款。你是打算独自吞下这块地，踢林氏出局？我只是不想林氏担太大的风险。说的好听，合作的事儿你要反悔，那结婚的事儿也不算喽。尚总、林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尚总，您先看下这个。从地图上来看，好像就离咱们 A13范围2公里之内。这是突然改变的规划吗？是，规划局网站上今天刚刚公示，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吗？我们要建的是高档养老社区，主推的就是优美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。你以为人家会每个月花几万块钱来闻抽水沟的味道？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付款，要不然……你是第一天入行吗？政府的土地也敢流拍？要是这么干下去的话，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。别急嘛，高端社区不行，还是可以盖普通住宅的。只要卖的便宜，有10个污水厂都没关系。只不过这块地肯定不值40个亿了。那银行还肯贷那么多钱给你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刚才的事情，别和你爸说。你刚才是不是要跟我解除婚约？怎么会呢？我有那么蠢吗？放过这么好的老婆？这么说，婚礼继续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提过的结婚条件？让他把孩子打掉，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，
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。当然记得，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。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就算我爹地同意继续跟你合作，条件也必须重新谈。只要你们林氏可帮我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吃吧。回来啦！你不是今天不回来的吗？怎么不出去跟他们庆祝庆祝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跟你讲话呢。你怎么？你怎么了？居然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怎么？给我杯水。哦。你知道王菊安他坑了我多少钱吗？啊？多少钱啊？40亿呀！这么多钱？还有王思卫，我跟他们兄弟俩没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就这么倒下的，我一定要他们双倍奉还。我相信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啊！你消消火。青青，你是真心支持我的吧？啊，当然了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林氏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不，我说过了，你可以不跟艾琳分手，可是孩子，我们不是说好？我们现在还年轻，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要。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林氏就不会给我钱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答应。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你不答应？我走总可以了吧？干什么？干！你要走去哪儿啊？回去叫你爸妈吗？我找从容总可以吧？他能请你养孩子？我自己养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出去打工挣钱，我自己养，不用你管。自己打工？你去找那个姓周的吧。神经病！你干嘛？你别抢我电话！给我！你还我电话！你拿我电话干什么？这是那个姓周的电话吗？啊？你手机给我。你给我！别动！喂，莫小姐。周远山。我是，请问你是？
哎，你敢骗我？你疯了吧？你别动我！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你说，你是不是跟姓周的有一腿？早就背叛我了！你说，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到底是不是我的？你说，孩子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就知道，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欺骗我。你去死吧！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要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我当然想要了。我以为你不想要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想要呢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跟你说，你可别再瞎买了，家里啊都堆不下了。等我们以后搬到了大别墅，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。我听你说这话，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呢？我说能实现就一定能实现。喂，一切都办妥了，准备婚礼吧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临时就不会给我钱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其实女人活成这种样子，我都替你难过。不过藏在里面，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一看见我就装秘书来的好。毕竟自己的层次，也只能往角落里钻。行了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话的是个男的。我越想不对劲，后来就给你打回去了。没想到是护士接的。是他打的你吧？我现在报警。别报警了。为什么不报警？你的孩子，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别报警了，都是我自己招惹的。行，我让医生给你验个伤，等你出院以后再去报警也来得及。醒了？怎么样？我给你带着点早餐，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个？
我就每个都拿了一点，豆浆，还有粥，粉丝汤，还有小馄饨。想吃哪个？如果你吃不下的话，喝点豆浆吧。来，哎，你别烦我。等会儿我帮你，慢点，这样可以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应该乱发脾气的。没事儿，经历了这么大事儿，有情绪很正常。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把一切弄得都一团糟，我把自己弄得也一团糟，我连孩子也保护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千万别自责，错的是他。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我选的他。其实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所以即使后来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总跟自己说，不管他怎么对别人，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好的。也许那会儿他确实值得你信任，但是人是会变的。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，谁也没想到。我总以为是我没得选，可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怪不了任何人。特地煲的豚骨汤，里边放上松茸，补气血。主食，米饭里边放了干贝，还有虾仁儿。最关键的是，我里边放了一勺猪油，赶紧尝尝吧。你明天真的别来了，我这有护工就行了，你赶紧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。我现在可是待业青年啊，没什么可忙的，多的就是时间。千万别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其实是找到工作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挺好，休息休息，顺便可以想想未来的方向。难得有休息的时间，天天往医院跑多无聊啊！医院多好啊，又清静，还能聊聊天，顺便看看书。可是我不说了，你就应该好好吃饭，快快的恢复。
我不陪你这样。听我句劝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遇人不淑，就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。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，而不是你。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出院，我的厨艺已经很捉襟见肘了。来，给你包个虾。可不能再这么吃了，我在医院都吃胖了。多吃点好，多吃点就对了，多吃才能好得快。来，啊，行，我给你盖这儿啊，再给你包一个，奖励你吃一个虾。来，好，慢点。谢谢你这几天一直照顾我。嗨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不就做点菜吗？来，吃啊！好。我告诉他们我在这儿了。谁呀？苏沫他们。哦，他们要来接我，现在应该差不多到大厅了。你要不要帮我把他们带上来？好啊，我现在去接他们。记得吃啊，趁热。怎么回事？冯总，苏沫，打他电话没有人接，我就知道会出事，但是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。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流产呢？让他自己告诉你们吧。我带你们去病房。好，走。小莫，人呢？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没人啊！这人去哪儿了？哎，怎么办啊？我打个电话。啊，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关机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这种面无表情的样子特别帅，千万不能笑，一笑就不是最流行的冷淡风了。还是夫人有眼光，娶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都说男人是女人最贵的一件首饰，我的这件首饰卖得值。尚先生，林小姐，可以去拍照了。走吧，老公。